姐妹商战今天要告诉你 SpaceX 腰斩50%，现在进场是接刀还是抄底呢？147亿太空 AI 会是马斯克的世纪骗局吗？而大咖跑光了 ，SpaceX 会成为史上最大的泡沫吗？今天我们下班经济学邀请到是财经专家阮慕骅大哥。两位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网友都在问哦，所以前一阵子买了 SpaceX， 就后来发现怎么这一阵子这么惨烈，对不对？我一直在想一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市值已经掉了这么多，到底是接盘还是接刀呢 ？SpaceX 的市值已经掉超过1兆美元了，就是从它的最高点哈。我们知道它在6月挂牌嘛，它当时的这个挂牌价是135，那挂牌之后呢，它是猛涨3天啊。那最高股价呢涨到225啊，实际上涨幅波段非常的大哦。大家都觉得说人类的太空梦、火星梦终于来了，就把这家公司视为是未来人类非常重要的希望。那所以呢，很多人抱持这样的信仰啊，就进去买 SpaceX 的股票。我想很多台湾投资人也是这样。但是你会发现，它涨3天之后呢，它股价从这个225块就一路反转向下，直到我们录影的时候，哲青你知道吗？它已经跌破了它 IPO 的价格了，跌破135，差不多4成多哦。这么大的一个跌幅。当然很多投资人会觉得说它到底怎么了。现在目前主要几个问题了。第一个呢，就是它8月有一个在 IPO 之前有很多早期投资人，那他们的股票其实是被锁住了，他们有一个闭锁期，结果这个闭锁期呢大概有9亿多，9亿多，对，非常巨大的一笔筹码呢，它会在8月呢开始陆续要释出，这也使得大家有点担心，就是说，那我们都知道那种早期投资人在 IPO 之前的这一批投资人呢，他们的成本可能非常的低。换言之呢，这个9亿股以现在目前100多块的股价来讲，它可能怎么卖都是赚钱的，所以大家会怕说这笔筹码呢会把 SpaceX 的股价再往下压，因为它现在的这个公开流通股只有 6.4 亿股。所以9亿多股等于它的现在目前的公开流通股的 1.5 倍，你说这个筹码量大不大？非常大。所以第二个这个挂牌利多都消失了。大家知道它一直在争取那个纳斯达克挂牌，正式挂到纳斯达克里面去啦，纳斯达克100指数啦。但是呢，这种所谓被动式买盘呢，也没有能支撑它的股价，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挂牌不久之后呢，马上发行了一个250亿的公司债。大家想说，你股票来圈钱，你还要让债券来圈钱吗？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有点负面了哦。那这个250亿的一个公司债，当初它发行的股息呢是 6.7%， 一发行之后几个礼拜，利率已经涨到 4.7% 了。等于说当初买 7% 的这个债券的人，马上现在已经现赔快 10%。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再加上最近整个 AI 供应链从韩国崩到台股，崩到日本，崩到美国，所以整个市场气氛也很差了。再加上它有那么多的利空情况之下，利多也无法实现的情况之下，当然它的股价继续下跌，我觉得是可能比较大的几率哦。所以说有 SpaceX 股票的投资人可能心里要做一点准备哦。那慕骅哥回到整个事情的刚开始哦，就是说到马斯克他到底为什么要让 SpaceX 上市呢？他在打什么算盘？同样你知道他虽然是号称首富对不对，然后 SpaceX 上市之后不是他是讲说这个世界地表第一个身价1兆美元的男人出现了吗？就是讲 SpaceX。但大家知道他其实现金非常的缺，他其实有的是这些股票啊，其实都是账面价值。比如说我们讲说某个首富好，他拥有的股票来计算他的身价，但哲青你知道吗？像台股一天会跌 10%， 所以首富他一天身价也可能会缩水 10% 啊。是，所以说这些东西都很虚无缥缈。那真正的是你的流动性，你到底有多少现金？经过这个华尔街某些机构的推估，就是马斯克呢，虽然说号称1兆身价的男人，但他真正的流动性大概只有50亿美元而已，也就是说他其实是缺钱的，各位知道吗？所以他这样缺钱的情况之下，他就要取得很多流动性啊。当然 SpaceX 上市呢，就可以让他创造很多的流动性，因为他释出股权，他就可以把这些股票从账面变成是真正的流动性。是，大家知道他最大烧钱的是什么吗？ Twitter 跟 AI 这两个。Twitter 的部分它是亏损，它一年大概要亏30亿到40亿美元，它那债务利息一年10几亿美元，所以你把它的亏损加债务利息加起来大概50亿美元。刚刚讲马斯克能掌握的现金就50亿，那不就一年就烧完了吗？那这一块上面呢，他亏50亿，对不对？那另外那个 Grok 部分亏更多，这个又要烧掉10亿，烧掉10亿，那一年就120亿，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就170亿了。是庞大的现金支出，是每一年每一个月都要支出的，对不对？那怎么办？我只好用这个 IPO， 然后呢大量圈钱，所以他圈钱，他就要把估值做高。其实大家都很好奇马斯克如何将 SpaceX 它的市值从8000亿然后推到 1.5 兆。他知道说，如果还是 Starlink 跟火箭发射业务上市的话，那这一块呢，它的估值只能做到8000亿美元。所以他就用这个 Starlink 跟火箭发射业务的这家公司呢，去收购了那个 XAI。
那收购之后呢，就把它的估值搞到 1.5 兆美元。是，本来它只能圈到168亿，一下可以搞到圈到350亿。我们刚刚讲说，它一年 Twitter 加上 Grok AI 的部分要烧170亿吗？他这样至少可以烧2年，所以2年现金有了，他就安了。所以这基本上呢，就是我们讲华尔街的套路了。对，就把估值做漂亮，然后呢打包上市，然后让投资人去买单，就是这样。团队最近给泽金看了一个数字，我觉得相当的惊人哦，超过70%的你其实还没有按订阅。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也喜欢我们节目的话，现在我们来按下订阅吧。按下订阅对你来说是免费的，但对整个下班经济学团队来说，有你的支持跟订阅是这个节目能不能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的重要关键。是，那另外就是在他的这个招股书里面就发现很罕见的条款，就是说当马斯克他本人没有点头，任何人都不能够罢免他的执行长的职位，所以大家就在看说，哇，他真的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那是不是跟他过去的一些历史也有关？对，他是一个绝对要掌控全局的人，他绝对不能让董事会掌控他，他一定要让他掌控董事会，因为他过去有几个在股权上不愉快的经验，比如说他最近纽约有一个世纪诉讼，马斯克去靠 OpenAI 当初的股权的问题，经营权的问题。另外就是 PayPal， 他后来 PayPal 他也是被扫地出门，所以说这两个让他后面所有像特斯拉啦，像是这个SpaceX 啊，他都要绝对掌握他的控制权，所以他基本上他是一个认为他就是全世界最有 power 然后最有钱的人嘛，他就是要掌控公司，他怎么可能让董事会把他扫地出门？所以他在这次的这个IPO 他的招股书上就设计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条款，股票的3种股权的方式，我们叫同股不同权，就是为了保护经营方。它分 A、B、C 3种， A 股呢就是1股1票，那 B 股呢就是1股10票哦，1股10票，对，然后 C 股是0票，就是完全没有投票权。那他这一次释出了 6.4 亿股呢，都是 A 股，就是1股1票。但是马斯克他自己本身拥有 93%接近 94% 的 B 股的股权，任何的这个流通股的释出都无法撼动他的股权啊，所以他现在目前的整个公司有投票的股权比例呢，大概降到 85% 左右，但是还是非常高，还是绝对控制公司的一个情况。那另外还有在这个招股书上面设计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条件，叫 Moonshot， 画大饼有关股权的控制。那它分2个，第一个呢就是说呢，他先把这个公司的估值搞到一个非常夸张的情况，就比如说，就是我可以在火星上面建立一个人类移民的基地，然后会有100万的居民在那边。他说呢，这个到7.5兆美元的估值，比 NVIDIA 估值还要高啊。对。另外就是在太空建立这个 AI 算力中心100太瓦，这个 Dream 企图把它的估值做到 6.5 兆美元。大家就觉得说，那都达不到这些目标啊，那你是不是拿不到这个股权？错。达不到目标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告诉大家，我要执行这些计划之前，我就可以拥有这些股权。所以他拥有这样的一个 13.2 亿的 B 股的股权，你说妙不妙？就在招股书上面公开的告诉大家，马斯克他其实用了很多的心机跟方法，法律的这个条款呢，去让大家呢都知道说他绝对拥有这家公司，绝对无法撼动，所以他就永远掌控这家公司，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茂哥，我们要投资一家公司，最主要还是要了解它的一个业务范围，还有它用什么来赚钱嘛？可以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SpaceX 它的业务到底是什么呢？华尔街很多这个投资大咖，他们对这家公司持负面的这个批评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财务报表上面，或者说我们在做一家公司的评估上面，我们会用一家公司到底它的市值多少，跟它的营收多少去做比喻。比如说台积电市值很高，但它的营收也很高啊，那这个营收市值比就可以算出来一家公司真正的价值，对不对？就是在这个方面去算它的价值。你知道 SpaceX 的营收市值比是多少吗？120倍，120倍，就它的市值是它的营收的120倍。惊人到这种地步，因为它一年的营收也就是200亿左右，那其中 60% 就是 Starlink 的部分，一年100多亿美元，大概可以赚到40-50亿美元，这个真的是非常赚钱它的经济目。为什么？因为全世界164个国家用这个低轨卫星，1000多个客户，而且它的成长幅度非常的大，偏远地区啊，或者战争啊、导航啊各方面啊，反正 anyway 很多需求都需要用到它。用到这个低轨卫星，你在海上走的时候，邮轮你要透过卫星打电话，所以邮轮上面的 WiFi 非常贵，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大家知道，因为邮轮上面没有基地台啊，那你怎么去通讯呢？所以这些都要用到低轨卫星，所以它这项业务真的是非常厉害，它有1万颗的一个卫星在天空上面，而且每一年还在持续发射。那低轨都被它占满了那个位置了，你知道，就是没有人可以跟它竞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厉害。另外一个就是火箭发射业务，火箭就3种，最新的就是那个最大型的那个 Starship 星舰，第二个呢就是它之前的那个 Falcon 9， 猎鹰9号，还有呢 Dragon 天龙号，一年的这个
发射业务呢带来这个营收大概50-60亿美元吧。好，所以这2块加起来其实就是接近200亿。另外第3个呢，就大概占它17%营收的 AI 业务。那这一块其实是最大的那个赔钱货，营收很低，它又亏损连连，还有重大的资本支出。它今年第一季 AI 资本支出77亿美元，你想看怎么烧钱？是没有钱怎么烧嘛？所以说这家公司要赚钱，我认为非常困难。对，王总跟我们说到这个 SpaceX 上市的时候啊，为什么美国的纳斯达克可以破例的专门为它去修改所谓的游戏规则？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被大家一直在讨论。我觉得马斯克这个人太有 power 了，而且他的影响力太大，他的政商关系，他的人脉网络，其实可能远非我们所能想象。就是美国政府也把 SpaceX 这家公司视为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公司，因为他们认为说美国一定要在全世界的太空科技上面领先中国啊，领先俄罗斯啊，他是全世界 No.1， 他一定要在太空里面变成是老大。所以呢，他就会把这家公司认为是一家非常重要的战略公司。所以在标普啦，在纳斯达克，我觉得他们都会做一些特例通融它。比如说我们讲它很快的就是在纳斯达克100指数挂牌，其实这是完全颠覆了纳斯达克的规则，挂牌规则。因为纳斯达克有几个挂牌规则很重要。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股价观察期。一般公司要真正可以挂在纳斯达克，它至少开始交易3个月，然后它去观察它的股价之后，它才会让它同意之后才会放在纳斯达克指数里。但它15天就上市了，挂纳斯达克100指数了。第二个呢，就是纳斯达克股票的自由流通量占一家公司的 10%。我们都知道那个其实 SpaceX 真的 IPO 的时候流通量就 5% 而已，它就6.4亿股。其实很低，达不到这个规格还是让它挂。第3个就是它有一个3倍大的股权放大的游戏规则。什么叫3倍股权放大呢？就是纳斯达克有一个很有趣的规定，就是说低于 20% 的一个自由流通公司呢，它会让它的股权呢去放大3倍，就会造成一些被动式的 ETF 呢要去买进它的股票，因为它被放大3倍嘛。是，因为我们都知道 SpaceX IPO 的流通占它的整个股数的 5%。低于 20%， 所以说它可以放大3倍，它就变成 15% 的权重，这些 ETF 呢就会去买到 15% 的权重。所以这就是纳斯达克被大家讲说你怎么会颠覆老祖宗定下的游戏规则呢？你是不是为了这个马斯克开后门呢？我觉得是的。是。那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讲了他的地位不一样，他的个人的政商网络关系跟他川普的关系啊，各方面他的影响力啊，还有这家公司的地位不一样。是。为什么他一定要抢在 OpenAI 之前先上市？第一个呢，他就是跟那个 Sam Altman 2个人是仇人嘛。如果有个擂台的话，我相信他们2个人应该会在上面进行那个格斗赛吧。就2个人真的是一个超级大仇人吧，他直接在纽约告他啦。所以我觉得他绝对不可能让他的公司呢在这个 OpenAI 之后上市啊，对不对？这是面子问题。面子问题。另外里子的问题很重要，里子的问题呢其实才是真正关键。如果你让 OpenAI 抢先在前面上市的话，对未来 SpaceX 要上市非常不利，因为市场上面的这个会计准则啊 GAAP 的一些会计准则会以 OpenAI 这家公司的 AI 的业务它的财报去做准则，也就是说变成 OpenAI 的标准。SpaceX 的 XAI 呢财报是输给这个 OpenAI 输很多的啦。虽然说 OpenAI 财报也不真的很好啦，但是它更差啦。所以如果他要用 OpenAI 的这个会计准则的话，那他铁定完蛋了，他铁定估值做不起来了。是，所以他一定要抢先。所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理智的问题，就是说它绝对不能落后 OpenAI。第一个呢，现在目前的市场钱也有限了，它的那个 IPO 是740亿耶，740亿的 IPO 的金额是史上 No.1 耶，没有一家公司可以到740亿耶。SK 海力士如日中天到这个纽约去挂牌，它的 IPO 也160亿而已啊，看它可以做到740亿美元，那市场的钱都被它圈完了。如果他 OpenAI 先在前面上市的话，前被 OpenAI 圈走了，他圈什么？所以大家当然要比快啊。但他也厉害的是什么？在美国上市其实有很多交易所的审查法规，所以他也能真的能突破这些法规啊，然后会计的财报啊各方面啊。我觉得他也是有真的让市场买单的一些东西啦，所以说也不能说他是没有条件上市，我觉得这也不对，他其实也是一家非常有条件的公司，只是说公司不会赚钱这个问题。对，而且现在看到它的股价一路像溜滑梯这样子滑下去市场上也开始出现一些声音，就说有没有可能 SpaceX 变成一个最疯狂的泡沫呢？他的那个火星移民计划啊，要真正实现啊，我不知道要到几年后。第二个呢 ，AI 算力中心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其实很会铺梗。对啊，他其实早就在半年前就开始铺这个梗，然后呢，这个梗一路铺到他 IPO， 所以我觉得马斯克这个人是非常精于这个精打细算铺梗的人。
然后呢，也会营造题材跟市场气氛，抓住时机的人。至于说这家公司会不会是一个泡沫，我觉得它现在就是泡沫啦，它不是未来的泡沫。等到未来，现在就是。它已经从$225跌掉了50%了，股价在高点$220那个地方去买进，那就是泡沫啦。那再加上这家公司市值营收比还是非常高，假设说它的营收不能快速成长，它这家公司不能真正实现盈利的话，我请问大家，你买了这家公司，你也拿不到股息，那你期待什么？你期待它的股价很大幅成长吗？你期待它有这个真正火星发射了火星移民吗？你期待真正太空算力有到100太瓦吗？如果你真的是信仰太空科技的话，你真的对人类未来的太空发展那种梦想幻想的人，伟大崇高理想的人，我觉得买一点是可以，但是你不要寄望说这档股票你可以在上面赚多少钱啊。是，那其实我觉得说是，你知道以前哥伦布啊，他们在航海日志上，他穿过他大西洋的时候，因为他记录到地图没有人去过的地方嘛，他每天只在航海日志上写一句话，今天方向西南西，继续前进。他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东西啊，来，我们只好继续前进了。谢谢木华哥，谢谢。